我的妈呀！今天这家烤肉店真的太有精神了。对不起，阿基悄悄退出了刘畊宏老师的直播间。同样都是日本最贵的和牛，为什么他家就可以这么好吃？哇，这一口下去，哇！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基，又要吃到了，我的妈呀！今天我们来到了新宿，我们又是一样的画面。予約したの龍です。我下来，不知道为什么这家店有一种高级的感觉。我们开始吧。前菜是竹笋、花生芦笋，还有孜然土豆丝儿，这太有精神了，根本没人想吃。好难吃啊！我们今天直接跳过前菜吧。这是我们今天第一盘烤肉，长条薄切牛舌。它切这么长有个好处，就是可以卷着别的东西吃。这次搭配的是小嫩葱，嫩葱那种细碎的齿感，再配上薄切牛舌那种又软嫩又弹牙的质感，就是不仅嚼起来很开心，而且嫩葱刚好又调带了牛舌的那股油脂味，好吃。接下来这个是熟悉又陌生的逃不掉的生肉环节，还好只是一块寿司，寿司就会显得生肉合情合理。它是贝柱加上生和牛，还有它是寿司呀。接下来是我们的老朋友横膈膜肉，这个部位还有个叫法叫心头肉。我发现他们家的每一个菜都像一个单独的小摆件。横膈膜肉就是口感特别细腻，它那个柔软程度就像在吃一块肉感十足的棉花，再配上一点他家的秘制柚子酱。它不像普通和牛那样一下就化开，而是很有嚼头的那种，而且还有一种和牛脂肪的奶香，真的很绝。接下来是厚切牛舌，用的也是牛舌舌根的位置。它烤的时候那个噼里啪啦的声音，让我心里真的很痒。厨师夹起来的一瞬间，你都能闻到空气中的牛舌味。还是怎么做到表皮是脆的，但里面是生软的状态？好肥啊，好爽啊，好香啊！它这个嚼起来就是比内脏要柔软，但又比肥肠有嚼劲。当还在回味这块牛舌的时候，服务员趁我不注意，一盘生肉悄悄端了上来。我发现这种高级烤肉店的套路就是分量不够，生肉来凑。好啦，说回刚才这盘生肉，它用的是那种很肥的碎肉，它没有任何的蘸料，就是直接这样吃的。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，它是一种若有若无的甜味。接下来这个是今天的极品牛肩肉的寿喜烧，烤好之后会和他们家的秘制甜酱放在一块儿，它这个酱是那种酱油风味的照烧酱，好甜好鲜啊！它表面上那种焦焦的味道和咸甜的酱汁加在一块儿，送进嘴里就是弹牙爆汁。接着是一块油煎里脊肉和薄薄的2片黑松露。煎的里脊肉虽然很软，但是它特别油腻，进嘴的一瞬间就是黑松露的汽油味，就是汽油牛排。哇，我们的老敌人长命百岁草。算了，我不想活到150了。然后是今天最贵的一道菜，厚切上等里脊。这块肉你一口还真塞不下，看上去很难嚼，但因为雪花很多，轻轻一咬就能下来。果然里脊肉还是要烤出来才会有那个嚼劲，因为本来就很肥了。最后的烤肉是和牛寿司烤肉，先用烤好的牛腿肉裹满酱汁，然后再把蛋黄戳破，最后连肉带饭一块裹进去。哇，那股蛋液的香味马上就能和酱料交织在一块儿。哇！再加上和牛那个鲜味，直接炫到你的天灵盖。阿基推荐指数9.5分，卡玩意儿。真满足。是不是在大家的印象里面，在日本只要是个烧鸟店就会有提灯这个菜啊？但其实大部分烧鸟店是没有这个菜的。假提灯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国内这么火。而且我最近总感觉因为太过于追求提灯而忽略了很多好店。这个菜不比米其林好吃吗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健。又到了吃烧鸟的日子。在日本生活就是当你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，就吃烧鸟吧。我们今天去的这个地方叫四谷，你的名字的取景地其实有点像成都的桐梓林。这个地方藏了好多小店啊，哇，是一条幸福的街区呢。我们今天去的就是这家，有点温馨。我们开始吧。等等，6です。はい、谢谢呢。とサイズリ2つ。像我这种不怎么挑食的人，但是厨师长给我什么我就吃什么，也不用选菜，简称我妈咖塞。第一个小菜是蛋黄配韭黄，真的就只有一小口，味道还没尝出来就已经吞了。这啥呀？然后这个是他们家解腻用的小菜，香菇白萝卜。这是一碗开胃用的黑胡椒鸡汤玉米糊，用鸡汤炖的特别鲜。虽然想厚着脸皮再要一碗，但是我不敢。然后千呼万唤始出来，一盘生肉端过来。生肉环节，这一盘的难度真的很大，里面有鸡胗、鸡肾、鸡心、鸡腿肉、鸡胸肉，哇，一夹鸡就要整整齐齐。先来浅尝一口鸡心。我仿佛继承了这个鸡生前的记忆。生肉嘛，谁没吃过？其实蘸一蘸酱油味道还是没有那么恐怖。这个鸡肾我也吃了，那大妹无语。鸡肝其实还挺好吃的，细腻绵软，送进嘴里还有那种浓密的脂肪感。哇，鸡胗就不说了，在生内脏的衬托下，半熟鸡胸肉是多么的美好。果然吃生肉没有味道就是最好的味道。然后下一盘是个甜品，我的烧鸟什么时候才能好啊？师傅把这个面包烤得特别脆，旁边这个配的是提拉米苏味道的花生酱，咖啡味的脆皮蜂蜜面包。再来个，终于到了第一个串，白白胖胖的鸡胸肉，多汁弹滑的鸡胸肉，点缀一丢现磨的山葵，我又可以了。下去是青椒鸡心，果然还是熟的鸡心深得我心，炙烤之后的鸡心充斥着炭火味，吃起来还特别有嚼头，哇，甚至有那么一点川菜的味道，绝了！我以为我能认真吃肉的时候，不速之客来了啊！沙拉，内心是拒绝的，但是为了能活到150，还是吃一口吧。哦，真难吃。接下来这串金葱烧鸟，我的爱，他选的最粗的那种葱根，这串烤的外皮焦脆，内里肉汁充沛。今天的单压是不是有点多？肉里还有一丝嚼劲，趁热吃真的无敌了。再来一串
串银杏，外表金光，吃起来软糯。咱们就是说一口4颗就会翻车，压上瘾的这是无语。哇，来了串大的，烤紫苏鸡胸肉肉馅儿，这一串满满当当的肉馅儿，有点像过年家里调的纯肉饺子馅儿，用小鸡蛋、蛋黄液滑滑嫩嫩的包裹肉馅儿，会让口感更丰富，也让鸡胸肉的味道变得更鲜了。肉烤得来流油，就很适合配点蛋黄。假提灯，一口灯。一口肉，一菜两吃，我真有才，像爆珠哎。接着一盘炭烤豌豆，疑惑，它其实里面还是新鲜脆嫩的，还是保留着蔬菜的清甜，怎么突然很想念干煸四季豆？还是那个好吃。这串炭烤鸡翅是肉眼可见的油光发亮，它是把肉骨展开了，方便你啃，所以这串跟我脸一样大。来吧，果然还是鸡皮比较香，焦脆的鸡翅皮一进嘴就爆油，而且因为烤得很焦就不会腻，这个鸡皮反而和里面的肉一样有韧劲。这一块肉是最香的。然后上了一碗鸡蛋羹，上面是低温急速冷冻的鸡肝，它吃起来就像是鸡肝味的冰淇淋，真入口即化。吃到底部还有一块很嫩的鸡肉，还有鸡肝跟肉末，因为里面还加了芝士，莫名能吃到一股奶香味，好神奇的口感，今天的味觉新体验。然后是溏心鹌鹑蛋，神奇的是它的溏心是微热的，蛋液还微微泛甜。然后这个串特别怪，它是鸡的食道，有这么长，没吃过的东西还是挤一点柠檬，它吃起来像炸过的鹅肠，又脆又韧，它像是在成都吃火锅会烫的那个贡菜。这一串是鸡的甲状腺，什么呀？怎么越吃越怪？简单的概括一下就是鸡油味的口香糖，反正我就是嚼不断。最后的主食极其的给力，鸡肉肉末饭，晃悠晃悠的温泉蛋。我们要把整碗饭和匀，送一口满满都是料的饭进嘴，无敌的满足。那个滑滑的蛋液包裹着颗粒分明的肉末，还有香米。它里面还有一点微甜的照烧酱。干完一碗饭再来一碗超浓鸡汤，日渐圆润就是这么来的。总结一下这家店，果然食材原本的味道才是最美的。哇，突然上升了一个高度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哇伊2。哇，今天这个真的太顶了。什么人才会点这么硬的汉堡啊？我估计它一口的热量可能都比 Shake Shack 一整个汉堡的热量都要高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基。我今天找到了家热量超级爆炸的汉堡店。吃汉堡就是要爆炸呀！还有我这个口罩是成人版的，不是儿童版的。进店先量一下体温，这个就是他们家的菜单。普通的汉堡也有很多种，但我们看上去像普通人吗？明明都26岁了，还被别人说戴儿童口罩。这有这么胖吗？左边这种就是正常汉堡，右边这种就是我们这种瘦子要点的，而且都这么大了，你还可以往里面加东西。我们又加了一层芝士和猪肉。店长还问我们吃不吃得下，我想说不是为了拍视频，谁会点这个东西啊？死鬼！我给你们看一下它这个样子，这个吃下去我不胖30斤谁胖？虽然但是还是很期待它的味道。胖就胖吧。从下至上2层和牛，1层芝士，1层猪肉，1层蘑菇，然后一个煎蛋再加上2个鹅肝。我现在一口可能咬不下去。你吃这个还必须得把它压扁，不然你的下巴很容易脱臼。我已经用了全力去咬了，但第一口只咬了它暴露在外面的那些肉。就这家店你们一定要注意，千万不要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来，因为这个吃相真的是太难看了，而且介于它的肉实在是太多了，我们决定还是扒一点下来。这个就是和牛汉堡肉的样子，里边微微泛红，油水特别的多，咬一口下去它就不停的流，特别是吃到最后，那个和牛加鹅肝的油在嘴巴里都变成了奶油味。然后我们又点了个正常的，这个就正常多了。我发现 Shake Shack 真的不是汉堡里面的天花板。对了，这里的盐素鱼排真的很好吃，炸过之后肉里面的油水像浓汤一样，再蘸一点蛋黄酱，不比和牛好吃吗？今天这一顿是真的好胖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我感觉我可能一辈子都不想再吃汉堡。卡玩意儿。你们现在知道他为什么叫提灯阵亡的吗？取了4个卵给你，直接一口吧。我感觉，家人们，我今天总算约到了这家店，他现在排到大阪烧鸟店的第2名，这个排名就非常的装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基，今天我们又来到了遥远的大阪。今天这家烧鸟店号称是提灯之王，如果他的提灯不好吃，我就把他打了。不愧是热情好客的大阪，我还没到福生就已经在门口等我了。顺便说，这是我们今天的大将，他已经连续烤了26年的烧鸟了，厉害呀！服务员听到我们是从东京特地赶过来送钱的，脸都笑开了花儿。好了，不说废话了。第一个前菜我本来以为是个豆腐，结果人家是什么青芝士。下面还是那种加了药材味的鸡汤，开局就很养生，然后每个人都会配一盘这种白萝卜，吃完了就会给你上新的。你要是喜欢的话，可以直接把他们家吃垮。很快就给我们上了第一个串，葱煎鸡腿肉，也是在日本最常见的一种串。这家用的是那种很甜的葱根和2坨比内地鸡的腿跟肉，记得鸡肉要跟葱一块吃，鲜嫩多汁还很甜。然后是我们的陨石鸡胗。这串鸡胗应该是用大火烤的，表面特别的焦脆，但是咬开之后里面还是清晰可见的粉色，就是要这种生软的感觉，好吃。还没吃完，主厨就端了个腌鸡腿过来炫耀。话说为什么腌过的鸡腿叫火腿？但展示完之后只给我们上了这么一小盘，它是豆苗加蜂蜜洋葱，因为薄切所以味道其实没有很咸。接下来这个菜就比较考验功力了，师傅还贴心的帮我们剔了一根骨头，这样你一嗦，连皮带肉一起啊，特别爽。我喜欢挤一丢丢小柠檬。烤的好不好还得看里面有没有锁住水分，这个功力可以说相当好了。它皮的部分比它肉的部分还多，怪不得这家店这么贵还这么多人。虽然很费钱包，但是还好现在拼多多正值6周年补贴，9块9就可以秒杀苹果13，还都是国行正品，全国联保的。大家直接点我评论区链接抢吧。好啦，我们继续吃，这个是他们家的软葱，就也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那么喜欢吃葱。然后这个菜我很喜欢，炭烤午餐肉三明治，午餐肉和薄吐司的边边里面烤的焦脆，要是再有包六婆就好了。然后是一个我万万没有想到的菜啊，口水鸡，居然是你在听周杰伦的歌，然后莫文蔚突然加入了合唱，真不错呀。它是用一层薄薄的鸡胸肉裹了一块鸡肝，一点都不辣，但是这股浓郁的奶香还是挺上头的。
接着是这个大家都很喜欢的鸡屁股，上面撒了一层薄薄的黑胡椒，一口咬下去就是肥美多油，它就是一坨完整的脂肪。然后是一小盘烤猪肉片，有没有觉得这家店真的很讲究？里面还配了一个蒜头。最后大家在给你上提灯之前，还会让你清理好味觉，吃一个香菇。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，直接来吧。我想肯定会有人跟我一样感叹，提灯原来是这样烤的呀！终于上菜了，大家是把4个卵同时串在一块儿，卵巢部分的肉只取了一丢丢，特别是你把它提起来的时候，能明显感觉到它的重量。直接一口吧。就是你会感受到4个卵黄依次在你的嘴巴里面爆开的感觉。我感觉灯要从我鼻子里面喷出来了，是一种美妙的体验。然后又给我们上了一串蜂蜜鸡肝，我发现大江特别喜欢这种咸甜口味的做法。接着又是一串鸡肉团子，里面的肉也是那种稀软的口感，我感觉我会吃4串。最后一串是我最喜欢的鸡心，为什么放在最后？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看里边，还能挤出血来，我就喜欢这种感觉，太爽了啊！当然鸡脖子肉肯定也是不能少的，那种嫩筋一样的口感可以让你享一晚上。这个也是他们家的名物之一，卡瓦兹 KCCD 就是带皮的颈子肉，它吃起来肯定是那种连着筋的鸡腿肉，无限嫩滑。最后这个美妙的夜晚肯定是要用鸡腿肉收尾。我剪这个片子都把自己剪饿了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好呀，好吃。